跟朋友去吃那个 Artist Bakery 的时候，就是有吃到一个高丽菜沙拉，然后非常的好吃。但我们其实原本点它，只是想说那几天在韩国都没有吃到什么蔬菜，所以就特别点来吃。但是一点发现那超好吃，所以我们隔天去那个伦敦贝果的时候，又点了2杯。然后那一天要回来台湾外带的时候，又再点了2杯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，所以我决定我自己要来做做看，可不可以还原那个味道。对，我还查了食谱。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，对，稍微露出一点点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的病毒疹，对，所以可能稍微拍到我皮肤的时候会有一点可怕，希望不要吓到大家。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现在要先来做做看那个能不能成功，能不能还原。然后呢，你们可以选择要切之前先洗，但是我想要方便切，所以我是先切完再来洗。对，我先把它们洗干净，用这种滤网稍微把它们冲洗一下。对，这样子去洗。我在店里面有吃到黄黄的东西，我不确定它是黄甜椒还是玉米，但是因为它的名字里面大部分好像都是放玉米，所以我决定我放一点玉米粒进去，就放差不多半罐吧。拌好以后试吃了一下，我觉得有一点偏酸，因为我在店里吃的，他们可能是拌的美乃滋，所以它吃起来比较没有这么酸，所以我决定要再加一点点糖。但口感是很接近的，再加一点点糖，看可不可以好一点。就是店里吃的味道，果然糖要再多一点点。好好吃哦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热他们家的面包来吃，复刻在店里面的感觉。烤好的 Artist Bakery 的可颂，然后想要喝的那个三角咖啡，从那边带回来的2个酱，自己做的高丽菜沙拉，然后我最后一天有买了一个松露的蜂蜜，对，来吃吃看。然后这是我今天的早餐。哎，我就不倒出来了，我插吸管好了。先喝一口，好好喝。它就是那种
有点类似养乐多咖啡，可是我觉得又比养乐多咖啡还要更好喝，然后是咖啡味比较浓一点的那一种。我觉得在店里面吃的应该是美乃滋版本的，然后我自己改成希腊优格，会比较酸一点，吃起来比较清爽一点点。但你要论说真的要好吃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放美乃滋，一定会更好吃。我下次再来做美乃滋版本的。蛮好奇这个松露蜂蜜的哦，闻起来的那个松露味很浓哎，但是我发现好像不能倒，因为它是有拌那个松露油进去，我如果直接倒的话，那个松露油就直接出来了。我再去拿一个容器，就是拿一个抹的东西。吃起来松露味非常的浓，然后是甜甜的那种蜂蜜的感觉。这两个酱当时在那边都有吃过，就一个是柠檬酱，然后一个是伯爵酱。那伯爵酱的话，我会觉得伦敦贝果的它有加 cream cheese 会比较好吃一点。这样单吃的话，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甜腻。但我觉得你自己买回来，你加 cream cheese 进去也是一样的，对。只是它的那个伯爵味是真的蛮香浓的。这个的话，就是在吃柠檬塔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是店里卖的蛮好的一个口味。但是我个人感觉，你去他们店里可以点一些，像是黑松露的，或者是里面有鲜奶油的那种，我觉得会更好吃。当然这种也可以点，是真的好吃的。但是你可以不用再加购抹酱，我是觉得已经很够味道了。然后他们店里面的这个高丽菜沙拉，麻烦你们一定要点起来。就这样，我今天早餐完毕。好，我今天要来开箱这个腰果，我已经吃过了。然后顺便喝一杯香蕉牛奶咖啡，我真的觉得这一种品质的香蕉牛奶比那种铝箔的好喝很多，没有那么甜。先倒一点，然后剩下我可以直接喝。真的比较不会那么甜，很好喝。而且比我在那边喝的那种无糖的好喝太多了。这样子的比铝箔的好喝认真。好，我现在要来讲我买的这个 Golden Peace 的药果。对，然后我原本是想要去汉南店，但是后来我去汉南的那天发现时间有点不够，所以就没有去到这间。然后我最后是去的江南店，我已经吃过了，在那边有试吃。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买了香草、伯爵跟原味，还有一个咖啡的。它是七个一入，然后
咖啡的已经吃完了，咖啡的就是那个咖啡香蛮浓的，然后这个伯爵的它是你刚吃进去它没有什么感受到伯爵，可是你一吞进去以后，你整个口腔里面充斥的是一个伯爵的香气。然后我个人蛮推荐香草口味的，吃起来就很香，很好吃。那原味的它里面有吃到一点点那种柑橘的味道。我觉得他们家的药果真的蛮好吃的，就是贵有贵的道理嘛。然后它这个药果吃起来是比较湿润，然后又有一点点脆脆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对，然后要怎么说呢？他们家的药果跟传统的药果不一样，是要冷藏的。然后你一直会觉得说冷藏了以后它会不会变得很硬？完全不会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我现在吃一个原味的给大家看，对。但我个人是最推香草的，它店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口味，大家可以吃吃看。然后我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从纸板上面起来的声音，但不要误会，没有很硬。它就是保有一点那种松软的口感，然后是偏湿润的，又不会太甜。我觉得重点是不会太甜。这家药果是真的很好吃，我很推荐大家可以买来吃吃看。这个是椰香饭，然后这个是泰国米粉香，我看味道，哦，这个真的有椰子的香味，这个就是茉莉香米的味道。
拜。